高雄市6都的最后一块拼图，我们来喽！新的一年也请大家继续和我们搜集全台湾的版图。高雄古名是大港，日治时期成为重工业林立的港埠城市与军事要地，素有港都之称。也因为高雄拥有全台第2大国际机场以及全台最大港口，便成为南台湾的第1大城。不止如此，更被《纽约时报》选为2021年52个值得喜爱的地点之一，全台湾仅高雄入选。高雄近年来因为一句"高雄发大财"的口号，成为了全台湾人的关注热区。大家对于高雄的想法是什么呢？你觉得高雄是怎样的地方？很热情的地方，6都之最后吧。我超喜欢高雄的，高雄很棒啊！一个有山有海的宜居城市，好像真的有比较悠闲一点的感觉。本次哈哈台来去高雄，也是我旁白哥的家乡呢。温度很高，太阳很凶，一起来看看高雄市上班时间的闲人。首先是刚从台北搬来高雄1年的 YouTuber 马丁，要分享这段日子的心得。因为我一开始在台北就是很冷漠的一个人，我搬来高雄没想到大家那么的热情，而且我还有就是那种台北人的思维，路边有人就是要跟你聊天，我就说不用，以为他是要推销，通常是真的要跟你聊天。他还遇过很热情的房东太太。一开始我刚搬来的时候，我在签那个租约，因为那个房东很热情，然后他就说："哦，你是台北来的哦，那你等我一下。"结果我就往窗户外面一看，然后就看到阿嬷，然后带着孙子，然后还有她的老公，就全部一起走进来。结果，然后我就说他们是这是我的家人啊。他们想说你台北来的，想要来看你一下，他们会觉得为什么我这个台北人要搬到高雄？而高雄人不只对于动物迁徙有研究精神，在交通方面也是观察透彻。在乡下，红绿灯根本就是摆饰，红灯就是绿灯，绿灯还是绿灯。你会觉得高雄的人都不遵守交通？我觉得蛮多的吧。可是我觉得他们闯红灯是有默契的闯，就是大家彼此都知道。其实高雄人骑车真的比台北人友善很多。哪有？我觉得友善很多。我觉得很急，好不好？你从土城来的，你怎么会？什么土城？土城怎么样？土城怎么样了？没有，土城看守所。高雄地区现象1：高雄市左转。所谓的高雄市左转，是指机车在行经需要待转的路口时，先逆向行驶到同侧的对向路口等待红灯，绿灯时再逆向直行，并且左转。根据2017年的数据统计，高雄每年开出的高雄市左转的罚单就高达5万多件。近年虽然已经加强取缔，但仍不时能看到高雄市左转的痕迹。姐姐，你有听过高雄市左转吗？没有啊。高雄人都会带转呐，我们高雄人很有秩序的。这个我现在已经不这样做了。有一次在那个 Costco 那边被照相一次，我就不敢了。外地人称的高雄市左转还是会啊，所以现在高雄还是会盛行这些。路比较小一点的地方，没有在市中心。对，有时候就可以少等一个待转，很方便啊。真的，这是违规。我有刻意压抑自己这种本能。压抑自己没有用，因为你压抑自己在那边等红灯，你就看到大家这样转，然后就觉得靠，我在等什么，然后就上去了，我就上了。抢姑。这对男女要来分析高雄市左转的原因。那就很多阿伯都这样，就是他们就怎么他们停在那里，然后就好像也可以，好像比较快，就不用在那边再待转。主要是因为高雄的太阳太大了，有的时候会等太热，然后就不想等，因为还要再过去再待转，还要再继续晒太阳。对，如果是冬天的话，高雄市左转的人会减少了。不会。太阳表示关我屁事。是去台北的时候，我发现台北人真的很守规矩，我看到都是牵摩托车，所以我就觉得哇，台北人 respect。采访下来，发现大家都不愿意花时间等待转，我们不禁好奇高雄人究竟要多省时间。我们有请高雄在地网红小美来说说。3分钟的脚程需不需要骑机车？要啊，不用走路，尽量不要走。那如果到垃圾车子这边，垃圾车好。要骑，热奶头都湿了。不需要1分钟，这狗走路走过去要1分钟啦，30秒不到。我们要慢慢走，才可以勾引这些路上的男人啊。而说到摩托车，小美就规巴都会起来。我觉得我们蛮便捷的，我们有捷运，有轻轨，然后有高铁，但是都没人坐。大家都还是骑摩托车，而且我说要骑摩托车我最气，
骑摩托车超多神经病阿伯阿妈，你桥都摆我都没看，你没看信号灯那边北七赶快，欧北中北七。我每次停红绿灯的时候都很想要转头过去，阿妈你刮茶杯喝，真的很多白痴呢。你不会骑车就不要骑嘛，要不然就一下加速一下停，一下加速，你是真的放在里面是不是？啊，你怎么知道阿伯阿妈没有放？但是高雄人究竟多仰赖机车？据统计，高雄市平均每 1.35 人就有一辆机车，比例号称全台最高，堪称最爱骑摩托车的城市。你们家里有几台机车？4台。你们家有几个人？3个。3个人4台。那就是比如说，这台送去修理的时候，然后就可以骑它代步。那你家呢？我家有5个人，8台机车。8台？对。太夸张了！你在开机车行吗？还真的开机车行呢。高雄地区现象2：高雄人的时尚，短袖、短裤、夹脚拖。高雄位于热带季风气候区，气温炎热，即便是冬天，平均温度也不会低于20度。短袖、短裤、夹脚拖便成为寻求便利的高雄人日常。算了来，就让市场叫卖的男子来跟我们介绍高雄人的穿搭。高雄人很爱穿夹脚拖，你现在穿的是夹脚拖？我穿布鞋啦，但是平常下班夹脚拖啦。南部人记得，有些我们就是老鼻款的白色衬衫，白色 T 恤，一件短裤，蓝白拖，多槟榔，结婚，标准高雄人，高雄人时尚。哇，煞气诶，高雄人。于是我们找到一位高雄时尚哥。你对于高雄人是很爱穿拖鞋的事情，你有什么见解？这一点我非常认同。百货公司逛街啊，然后我穿拖鞋，每次都会被骂。对啊，说被我妈被我姐啊，你去一个这种场合，哪里给我穿拖鞋？这又没什么，大家都穿拖鞋，又不是只有我穿拖鞋。对此，他有一套拖鞋理论。因为我觉得干嘛穿布鞋你还要穿袜子，然后要穿布鞋。你今天出门没有要干嘛嘛？你就是轻轻松松，拖鞋一套上去，你就轻松解决了。好，假设你今天这双布鞋你很爱，然后你出去又要怕它弄脏，哇，那真的很麻烦。像我这个小北买可能200-300就有了，然后你布鞋一双好了，我起码1000-2000起跳了。你弄脏，你还这边刷啊，这个弄脏了，你看这个我这个他妈都掉了。原本这个是我在大学那个租宿舍的室内拖都掉了，然后我还在穿。对，以后还可以传给儿子穿当传家之宝哦。上英文课拿到报告嘛，大学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穿这样，然后报告完呢，老师就说，这位同学你报告的不错哦，但是请你的服装请你下次穿的好一点。然后我就傻眼说，我穿这样怎么了？我说这里就是南部，请你不要有这种歧视，那是北部才会穿的西装笔挺，那都是骗人的。豪华的外表下，内心其实都是丑陋的，像我这种才是真性格。北部又丑又骗。这位男子犹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。真正重要是在于你的内涵，不是在于你的外在。你的外在穿的怎样，那根本不是重点。你今天没有内在，你穿怎样那都丑。那你觉得你有内在吗？我并没有。我觉得有内在，我就不会赌了。没有。没内在没关系，至少你讲话很实在。接着我们继续来探讨高雄的衣着时尚。听说高雄人的衣柜里面是没有大衣的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有。我跟你讲，高雄人跟冲绳人很像，就是只要寒流一来，他们会买冬衣，但是会穿的那天就是只有寒流来的那几天会狂穿，然后之后就短袖短裤或者是一些薄长袖，大概2011到2013那一类。高雄或台南人的妹妹啊，他们很喜欢有一种穿搭，甚至是很久以前的流行，就是他们会穿羽绒衣，然后配小短裙，然后配黑丝袜，再配一个那个雪靴或马靴，很爱这样子穿啊，就很辣。我们高雄的时尚教主其实还有另外一项才艺哦。而且我真的很会模仿周玉蔻。严宽恒，我告诉你你那个你们家小冬瓜，我跟你说，你的房产到底有多少？我跟你讲，我们都查得清清楚楚。寇姐不怕你告，这是一场光明与邪恶的战争。来，明玉你怎么看？明玉，这是媒体人秀明玉。那你可以用周玉蔻的声音跟哈哈台的观众打招呼吗？哈哈台的观众你好，我是周玉蔻蔻姐，然后记得要按那个哈哈台的赞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提小铃铛哦，谢谢。一会儿拉醒我们，下次见。传闻高雄人特别怕冷，这群高雄妹妹对于冬天非常的有感。我去我阿嬷家的时候，我穿羽绒衣，然后我阿嬷都会说这么热还要穿哦，然后我表妹都会笑我，她说南部来的都这样啊。来看全明星运动会演唱会的他们，想要对偶像告白。我很喜欢曹佑宁的，我超喜欢曹佑宁，我真的超喜欢曹佑宁的。那你喜欢曹佑宁的什么？又高又帅，然后很会运动。哇，他真的很会运动，他跑很快，他跑超快的我真的超喜欢他。那曹佑宁跟林靖伦，如果可以选一个人当男朋友的话，我还是选曹佑宁，可是他有女朋友了没关系，
这个只是幻想而已。而采访当天刚好遇到2021高雄时尚大赏，现场布满时尚潮流的气息。这几位来看秀的年轻女子对高雄的时尚颇有微词。那你们会觉得高雄天气很难穿搭吗？会，那个妆容会不会很容易流汗脱妆什么？会，而且羽绒外套根本就穿不到这个会为了羽绒外套去台北玩，就已经不管它实不实用性了，因为美女不怕热也不怕冷。听起来敢若亲像小两边三美人，但小两边三美人也是有碰壁的时候。介绍一下你们今天的穿搭。我先来讲，就是因为我很容易出 trouble， 因为我早上本来穿黑色的，然后结果呢，我就踩到泥巴，我的黑色袜子就都是泥巴，所以我就马上换了一个 Uniqlo 的白色袜子。然后我今天就是看到一个路人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，小姐，你的鞋子超像和尚的。”我就想说，请问和尚不是和尚，是时尚哦，不是和尚。吃小两边的和尚。高雄地区线上3，高雄人的骄傲丹丹汉堡。丹丹汉堡号称素食南霸天，凭借着价格便宜、味道本土以及选择多样等等，成为了许多饕客的最爱，更是北部、中部的朋友来到高雄必吃的口袋名单。我们不禁好奇，高雄人是怎么看待丹丹汉堡的呢？你们吃丹丹吗？吃，超好吃。丹丹是你们的骄傲吗？真的是我们的骄傲。它5号餐才80几块，然后它那个烤鸡堡不是炸鸡堡，有够大坑呢。你们觉得丹丹汉堡好吃吗？还不错啊。那你们吃几号餐？5号。那你觉得丹丹汉堡好吃？很好吃啊，因为外地人都会说很甜，可是我们就会觉得说，就是大家都没有吃过东西。吃丹丹汉堡。吃啊，吃赞，好吃赞，重点是便宜。我们南部人消费不起什么麦当劳这种太高贵的东西。像我们这个年纪要吃饱，麦当劳通常都要花到100多，我们单单100块又有饮料又有汉堡，然后还有鸡块。但是，就是假如请你们吃午餐的话，丹丹汉堡跟麦当劳要选的话，你们会选什么？麦当劳。财富自由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吃麦当劳。这位同学，请你有志气一点。后来我们把这个问题丢给高雄青年局局长以礼哥哥。其实我很喜欢丹丹汉堡，因为我本身喜欢吃米蒜狗，我喜欢米蒜狗搭配它的炸鸡，所以这是高雄人的骄傲。我觉得丹丹至少台中、台北没有啊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要当骄傲，就必须要有独特的地缘性质。麦当劳跟丹丹汉堡，你会选择吃哪一个？这个要看状况啦，因为我刚刚讲了，丹丹我喜欢它的面线跟鸡块嘛。那如果我今天不打算吃面线的话，我可能会选择麦当劳。跟网络占卜一样，你的个性喜欢热闹，但偶尔会想要自己独处。请原谅我，我毕竟是高雄市政府的官员，我不能得罪在地的厂商。虽然大家对丹丹汉堡赞誉有加，但公园的这位教练不这么想。你知道我之前在丹丹汉堡工作过，真的假的？真的有一阵子。就是丹丹汉堡为什么这么好吃？你们觉得好吃吗？我们都知道丹丹汉堡的肉都比汉堡还要大颗，就是会凸出来的那种。因为他们汉堡小啊，你怎么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所以原来是汉堡小，不是汉堡。哦，难怪。我不是大口，都是别人想散吼。为什么丹丹汉堡不能往北开吗？好问题耶，我不知道哎，北边没有吗？台北没有，台北没有吗？所以你们会为了吃丹丹汉堡跑来南部？会啊，真假的？关于这个谜团，高雄扣扣姐知道。你知道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办法发展到北部，是因为他们必须，这可以讲吗？就是他们就是因为他们都是亲戚连锁这样，或者是姻亲，对，所以如果就是台北有人就是娶到什么丹丹内部的就女儿什么的话，他可能就有可能会在台北开丹丹，成为丹丹的人，对丹丹的人。结论，在台北开丹丹的是什么人？契丹人。大家，今天这位是我们新来的同事，我是小松菜奈何桥，请多多指教。小松菜奈何桥，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玉呢，好羡慕哦。奶奶到底去哪了？我又画不完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妆永远都画不完？奈何桥小姐，你这是罕见疾病，治不好的。我还有多少时间？
还有人知道这件事吗？你只剩3分钟了。奈何桥，不要看我！哎，你要相信我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分分钟连周翔跟房车都上不完，你要我怎么出去见人？你快出来啊！小松山奈何桥，不要逃避了。Do you want to build a snowman？ 我该怎么办？今年美剧的代表之色啊，すごい，是热闹。新的一年没有时间化妆，也不要放弃，希望呢。还有希望。小松菜奈何桥不会回来了，还是你要考虑跟我？甜甜，奈何桥。就算只有3分钟，你还是那么的光润美肌。あ、すごい！インタグレートプロフィニッシュ比比。这个月给你满满的高雄。下集预告。你们不喝水龙头的水？对。之前有同学就是喝自来水，然后喝到最后他就肾结石了。饮水思源深度报道。百慕达三角洲，你一直在上面呼呼呼呼呼呼呼，是不是很好玩？都市传说未解之谜。那我好想访到子彤。祝你拿到成功。高雄市上班时间的闲人 Part 2。我好无助啊！就在哈哈台。